这个湖边的景色还是相当不错啊，石头上面啊植满了那些开花的植物，挺漂亮，还是有一些莲花开得非常的漂亮啊。哦，这里更多。嗨，大家好！今天啊，来到了番禺的一个叫七星岗的小森林公园。我是开车过来的。这边呢，离我们住的地方啊，大概有10来公里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金山大道啊，车水马龙，没有专门的单车的骑行道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开了我的车到这边来。停了车以后呢，边上就是一个小森林公园。我就骑到里面来看了一看啊，但看了呢，这边都是一些山道。所以呢，我还是骑下山去。几个月以前呢，听说啊，七星岗这个边上呢建了一个七星岗公园，是一个市民休闲的地方。其实我也是冲着那个公园而来，但是呢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啊。还没有摸着那个公园的门到底在哪里。现在我去找一找。现在呢，其实就在一个森林的一个路口的附近。出了这个路口呢，面对的就一个祠堂。这个祠堂呢，外面应该就是大的马路。今天天气很好啊，蓝天白云的。这个祠堂啊，像一个天然的祠堂。anh đang đi ra。刚才看到牌子上写着，这边呢应该是番禺南村这个地方。我呢就把这个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啊，好像也不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收费停车场，不管那么多了，进去逛一逛。
個都有。三嘴花地好一單。守门的保安还不错啊，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一个门儿，那个应该就是一个公园的门了。一进这个公园呢，就可以看到啊，有一个修整一新的大湖，面对呢是排山倒海的一个楼盘。以前开车的时候呢，远远经过啊，看过那个楼盘，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小区啊。那我就开始在这边啊，沿湖骑行一圈吧。左边呢就是七星岗的森林公园里面了啊，刚刚呢从那个山路上下来。感觉这个森林公园啊，并不是现在才修建起来的，看这个路呢，应该已经存在了好久了。我先沿着这个走车的道啊，先骑行一圈。还有一个石阵啊，一个小水池，石头上面啊植满了那些开花的植物，挺漂亮。真没想到啊，在南村这个地方呢，还藏着这么一个漂亮的公园。各种设施啊，包括卫生间，还是一应俱全的。这个公园啊，不亚于广州市的其他的任何一个公园。
这边呢，就是应该我刚刚开车在这边掉头的一个正门了啊，主要的一个路口。车到门口来了。马路对面呢，就是刚刚看到的这一排楼。这个楼盘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啊，但是呢，有个七星港海鲜城，应该是它的一个商业群楼。听口音呢，应该是周围的村民啊，或者说居民为多，大家呢就把它当成一个自己的私家的一个园林，到这边来休闲。这边有很多的这些路呢，很奇怪啊，都是断头的。正对着这个湖啊，还有前面的这个湖里的一片的莲花池。看上去这个莲花池啊缺水啊，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莲花开得非常的漂亮啊，而且这个莲花是带有一些紫色的啊。整个望过去，湖边呢建了一些小桥，还有一些凉亭。好多啊，这些村民可能都是爷爷奶奶辈啊，带着他们的孙子孙女啊，今天刚好是周末啊，礼拜六，到这边来享天伦之乐。所以这个附近的老百姓啊，有福气。和为贵啊，这么一个石头上面刻了3个红色的大字。这3个字啊，对于当今的中国这个社会啊，特别有指导意义啊。以前在北美啊暂住的时候呢，最羡慕的就是任何一个居住小区的边上呢，都会有一片公园啊。虽然那些公园跟我们中国的公园啊，就以这个南村的七星岗公园来讲的话呢，显得有些简陋，
但是呢，它肯定也有一些儿童游乐的设施等等啊。这边呢有一座桥啊，但是要过这个桥呢，就得要抬我的单车了。迟点再过来看一看啊。刚刚说到啊，北美，我相信欧洲还有很多其他国家都一样啊，他们在规划一个居住社区的时候呢，肯定会把这个休闲的公园呢规划在里面。以我们中国啊，每一个街道这么来算呢，肯定有一个不小的休闲的公园，供老人孩子呢经常在这边呢可以休息啊玩耍的地方。即便呢是我住过很久的日本呢，东京这样寸金寸土的地方呢，也一样啊。每到一个社区呢，都会发现边上有一块空地啊。为什么只能说是一块空地呢？因为它真的没有像欧美那样的绿草如茵的这种环境啊。而且呢，它主要应该是兼做什么用呢？兼做地震的避难场所来用。这个是日本这个地震频发的国家，它必须要有的这么一个发生灾害的时候啊，有疏散的地方。但是以前呢，老实讲啊，我们只有城市的公园，没有街道的那种街区的社区的休闲的场地啊。但是呢，这些年的变化还是非常大，越来越多的这些地方呢，建起了这些社区的公园，并且呢，很多大型的屋村呢，像我居住的祈福新村，本身呢就像一个大公园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几十年里面啊，这种居住的理念已经大大的改变了。所以老百姓呢，也并不满足于一个简单的衣食住行、普通的生活。而是呢，越来越注重一些健身养生、休闲啊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。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啊。虽然我骑着呢，也不知道骑到哪儿去了，我们就随意在里面再兜一兜吧。毕竟呢，今天也是阳光灿烂啊。骑在这个太阳底下呢，还是有些晒，还是有些热。看来如果我要去湖边的话，我就必须要抬着我的车下这几个楼梯了。
这里呢应该是一个凉亭啊，2层楼的。看来我得把车放在这边上去看一看。站在这个2楼的地方呢，看看这个湖呢，可以看得更远一些。湖水还是不错，非常干净。我发现湖里头还有一只小乌龟在游泳。背山面水，有新建的拱桥啊，也有湖边的散步的长廊。清水的平台，应有尽有了，很不错。非常适合一家人亲子活动的地方啊！你看这一家人在那里打羽毛球。找不到了。啊，你看到了？我知道，嗰度阻住人嚟個車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幽静啊，而且还很幽暗的一个休息的长廊。
这边呢有一座桥啊，我们就推着车去走一走。看看桥两边的风光啊，这个湖边的景色还是相当不错啊，加上今天的天气啊非常好，这一边呢也是啊，所以这个楼盘呢正好与一个这样的公园为邻。哦，这边还有很多锦鲤也挺大啊，小朋友在投食喂鱼，挺不错的。桥的中间呢是一个凉亭啊，可以给大家在这边闲坐观鱼。很多人在这边喂鱼啊。哇，很大的锦鲤啊！苦海浪哦，这里更多。科技都给你海浪喂了，科学都给你喂了。水里有这些漂亮的锦鲤啊，就显得更有生气啊。看来还是值得到此一游啊！在番禺的南村，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地方，居然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公园，靠着一座小森林。哥，坐下点哥。坐下点哥。这边呢有个介绍啊，也来看一看七星岗公园。它的主题呢就是健康，这么一个健康主题公园。整个园区啊，打造成市民健身休闲的场所。西侧呢是以湖景为中心的花木观光区，面积约为8.6平方米。东侧呢是园区的运动中心，占地呢4.35万平方米，有一些体育的设施。园区呢还建有长约1300米的背靠着后面的那座七星岗的森林公园啊。其实对七星岗这个名字呢非常熟悉，因为如果我们要利用南沙港快速这个高速公路的话呢，我们金山大道呢有一个出口就叫七星岗收费站。
那我们也是经常利用啊，所以这个名字呢早就耳熟能详。所以前段时间呢，听说七星岗建了一个公园，就有这个想法呢，到这边来骑行看一看啊，也是尝个鲜。今天呢，终于到此一游啊，感觉呢还是不虚此行，因为真的来讲啊，在一个应该是郊区啊，虽然也是广州的城区，能够有这么一个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公园呢，真的是做得不错。所以以前呢，发展呢是牺牲这个环境啊，所以产生非常严重的污染。大家呢都是猴急啊，奔着挣钱而去。但是呢，现在的发展理念呢有了一些优化，就是发展和环境建设呢同时进行啊。这个呢，我们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有看到啊，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南沙区啊。这边呢还有一个湖边的一个廊道，我们也去看一看吧。这边还是一个南山摄影编辑部啊，可能摄影爱好者喜欢来的地方吧。这边有很多南村摄影协会的摄影爱好者们的作品啊，展示在这边。有一些点缀啊，也是一种生活情趣的陶冶。我们从这边来观望一下啊，这么一个回廊。有很多的这些作品啊，相当不错。干脆我们再下一层，到清水的这条道上呢，往前缓慢的骑一骑啊，更靠近这个湖边，感受这个湖水啊，就在脚边了。以前的古人呢啊，跟现在人也是一样啊，崇尚田园生活啊。那些文人骚客呢，时不时的就会到乡下地方去走一走，留下了很多的传世的作品。那个时候要出一趟远门，去到郊外啊，来做一次郊游，还得要找吃的啊。路途遥远，交通不便，很不容易的啊。现在呢，普通老百姓啊，不管是谁呀，都能够就近的到一处像这样的公园里面来走一走，这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啊。所以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啊。继续在湖边啊，这个田径的林荫道向前骑一段，我们呢就告别七星岗公园今天的骑车慢行和慢聊。
哎，这里有块石头写的“宁静致远”。耳畔呢传来的是阵阵的蝉鸣。夏天呢是知了最热闹的时候。虽然呢知了的生命非常的短暂，但是呢也是要鸣叫一番啊。再一次呢，就骑到了这边靠街的小道上啊。街外的这条马路上有余荫三房的指示牌，这是广东的4大名园之一啊。好久没有去了。从这边呢，就是可以出到公园外面去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七星港的骑行到此结束。我们骑回刚才的停车场去拿车。我的骑行不仅是一个锻炼，也会不断的和大家分享路上的风景，也会有很多的感悟啊。在这样阳光灿烂的一个日子里啊，也希望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，开心、平静，热爱当下的生活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